哎呀，哥，恭喜恭喜，新年快乐，更上一层楼啊！谢谢啊，给你一个红包，谢谢，身体健康最重要，太好了。你看这个过年期间呢，我们每个人就是大吃大喝，没错，但是也是要注重这个肠道健康啊，因为下个月也就是3月嘛，对，是这个大肠癌疫10月。那有一个数据呢，是在2016年到2020之间哈，它显示说呢，本地男性大肠癌呢是第1高发癌，那第2名的致命癌。也是本地女性第2高发癌症和致命癌啊！哇，那我们要好好重视大肠癌哦。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大肠癌。是，常听到呢有大肠癌、直肠癌、结肠癌，到底有什么分别呢？那什么是息肉呢？只会长在肠道里吗？那筛查方式有哪一些？什么人应该要做检查呢？中医啊，竟然还包括了以毒攻毒，还有食疗分享，能帮助预防还有照顾我们肠道健康。那还有一个患者的感人小故事，一起来倾听，通通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怎么呢？你看我的腹部小小一块，对不对？它里面可以装大肠加小肠，总共有7.5公尺啊！你现在才知道啊？哇，还听说过这个肠癌有很多惊奇好玩的事实，还有迷思你都不懂。哎呦，那马上请我们嘉宾跟医生来好好的分享，好不好？好，欢迎陈建斌斌哥以及黄振龙，还有我们的肿瘤内科专科黄醒荣医生，欢迎3位！哎呦，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来，请坐，请就位。哎呦，这个过年我们都吃吃喝喝，对不对？对，没错。那这个肠道也要注意一下。是。你们对于这个病症了解多少哈？然后身边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对这个病症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知道大家发现到这个癌症的时候呢，都已经是 stage 4，所以它是没有什么 symptoms 啊，没有症状，没有症状，他会跟你讲你有这个癌症，所以你真的是要一直检查。对，所以感觉上好像蛮恐怖的。OK， 来斌哥呢？我知道大肠癌对我们身体是蛮严重的。没错，我了解我一个朋友，怎么样？他跟我讲，他没有大肠啊。医生，有人是没有大肠的啊？会有这个情况吗？对呀，大肠全切除的话就没有大肠了，因为有些人呢有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就是大肠的黏膜它有无数的这些息肉，日后会癌变，所以就全切除。所以我们的大肠其实它的功能只是吸水，所以全切除的话，人还是能够活着的。不过小肠就不行，小肠就有消化、吸收营养的这个功能。是 ，OK， 好。大肠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大肠癌是由它的内部的黏膜的细胞所形成的。这个正常的黏膜呢，它会开始有一些基因的突变，那它就慢慢的增生，开始形成了这个息肉，那再继续累积更多的基因突变，到最终完全失控变成癌。所以这个过程要很多年，就好几年了。对，那为什么会有突变？什么原因啊？是。年纪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年纪大概是几岁？50岁以上呢，这个风险就开始升高。不过近年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向，就是从40到49岁的罹患者越来越多。OK， 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因吗？有的，大概5%的结直肠癌呢是遗传性的，95%是突发性的。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缘故啊，比如说饮食就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红肉的这个摄取量。世界卫生组织把新鲜红肉列为2A 级的致癌物质，一天多吃大概100克的这个红肉，终身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提高将近20%。不过如果是加工红肉的话，它是1级的致癌物质，只要每天多吃50克，就是1半的这个分量那结直肠癌的风险就提升20%了。我们在过年都很爱吃什么腊肉啊、香肠，对，香肠啊、罐头肉丁啊，都加工的餐肉，对，餐肉也是加工的。是的，加工红肉就是培根啊、香肠啊、火腿啊，而且50克的量真的很小。是的。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或者是天天吃夜宵啊，这个有影响到吗？
吃夜宵就不见得，不过如果酗酒的话有问题。那喝酒的量要相当高才会影响到，平均每天大概4个单位或者以上。如果每天超过4个单位的话就有问题。OK， 吸烟也有问题哦。哦，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病因是吧？对啊，有一些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肥胖症啊，就是如果过胖的话，这个结直肠癌的风险就提高。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风险就比较高，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胰腺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而胰岛素除了能够稳定血糖，它还有对细胞催长的这个作用。还有些人有一些慢性的大肠炎，我们叫做溃疡性的肠炎，或者 Crohn's disease 克罗恩病。有这些疾病的话呢，日后患直结肠癌的风险也会提高。是的，是的。其实它有哪些症状啊？大肠癌这个症状要看那个肿瘤的位置而定。如果它是在左边，就比如说这个乙状结肠或者直肠的那个部位，就比较容易会有便秘的问题，或者腹痛腹胀。如果在直肠里头的话，还可能排便的时候那个粪便变成很幼细，因为那个缝很小，越来越小，变小，对，变细。直肠里面的那个瘤有那些糊状的分泌一直流出来，所以感觉上好像腹泻一样。如果出血的话，那就更明显了，因为它流出来的是鲜血。肿瘤如果是出现在右边的结肠，比如说盲肠或者升结肠的这个部位，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要那个瘤体积变成很大，才会有便秘啊、腹胀、腹痛的那些问题。所以很多病人他们是感觉到好像乏力啊，或者无故消瘦啊，后来才发现是慢性失血，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有严重的贫血症。所以只要你一看到说有这样的症状，不妨去做个检查，开始要小心。当然，等一下也会聊一下检查的方式。是。那广告之后呢，那钟医师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稍后见。稍后见。好，欢迎庄宇良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是欢迎钟医师哈。想问一下，这个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个大肠癌？如果这个癌症在右边靠那个升结肠、横结肠时，那是它只是在里面形成包块，你还没有发现，那时中医就叫积聚。就积聚呢，就是腹腔里的包块。如果这个癌变放在这个降结肠和乙状结肠或者肛门这边呢，中医有几个说法。第一个叫肠风，就是便血，叫肠风下血。OK， 那个血是鲜艳的，更靠近肛门这边，因为还没有氧化嘛，流出很快流出来。如果靠比较再上一点的，就叫脏毒，就流出血是黑色的。如果这个癌症挤到肛门口，就直肠这个地方，它就叫锁肛质。锁肛质呢，就是你大便除了便血，可能那个大便的形状也改变，可能拉线状的便啊，变得很细。对。那有没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病例？就是我来了一个病人是3无，就是没有腹痛，没有便血，没有症状没有症状，他感觉排泄的时候麻痹。这个麻痹感一直到尾椎骨尖儿，也可以通到肛门这边。OK。我就让他做了一个大便潜血，就发现了这个是直肠癌。就给转给那个专科医生做治疗。所以有可能真的是无症状。对。那目前呢，大肠癌筛查的方法目前有哪一些呢？大概年龄达到45到50岁就要开始做筛查了。最普及的就是验粪便里头的隐血或者潜血，就是肉眼看不到的血迹。这个罐子呢，就是给这个筛查对象收集粪便的。收集了过后，你就交给诊所，其他的步骤呢，由专人为你做这个检查。不过其实他也能够在家里自行做这个检测。自己做？对，你这个收集了粪便过后呢，这个检测仪有一点点药水在这个小小的瓶子里头，所以你把这个给扭开，那你就沾一些粪便，过后就放回瓶子里头，把它转紧，再跟里面的这个药水呢，让它混合一下。OK， 这个测试仪呢，你就滴3滴这个液体下去。这个跟我们做那个检测是一样的吗？对，那过后你就要看它到底是1条红线还是2条。
2条红线的话就是成阳了。那这个检测仪去哪里买？超过了50，我们就可以去那个自己的家庭医生那边拿一个回家自己 test 啊。没错，因为你看嘛，你现在呢加入健康 SG 就可以有这个指定的家庭医生，预防胜于治疗。是的，然后加入这个健康 SG 呢有很多好处，你可以更了解有什么预防的护理措施啊，来改善自己的健康。对，哎，你加入了没有？加入喽。加入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个你选定的家庭医生那里接受全国推荐的全额补贴健康体检。哇，厉害哈！哎，那其实刚才我们有聊到说，如果做这个自我检测，万一如果是2条线，哎，那该怎么办？那必须做一个内窥镜。如果看到有息肉的话，能够同时通过内窥镜把它给直接除掉。对 ，OK。还有一种我们叫做虚拟的内窥镜，用 CT 扫描的方式，再呈现这个肠子内膜那个3维立体的影像，看是否有瘤或者有息肉。OK。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一种新科技可能会普及化，就是液体活检，就从血液验肿瘤的 DNA， 它的脱氧核糖核酸，就是癌细胞如果在身体长的话呢，所以有一部分的这个肿瘤的 DNA 就会在血液中循环。对，如果测得出癌细胞的 DNA 在身体里头，那准确性就高出许多了。我相信在下来的几年呢，美国的 FDA 应该会审批这种检测方法，而新加坡也有类似的这种科技。OK， 那都了解这个治疗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位呢，就是大肠癌末期的康复者的一个故事哦。来，好，我是 Joey， 直肠癌末期康复者。2014年的时候呢，我怀孕7、8个月，所以我上厕所的时候，我的肛门就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见了我妇产科，等我的医生跟我说，有可能是痔疮，所以我就忍到我生宝宝的时候，做完月子的时候，我再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我有痔疮，我外公也是大肠癌，所以因此而过世了。所以医生听了之后，他就说他必须把我转介绍去那个肠科专科。所以当我见到肠科专科的时候，真的确实我的有肿瘤，而且当时的肿瘤呢蛮大的，手指一伸进去就可以摸到了。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就一直以泪洗脸。我一看到我宝宝，我忍不住就要哭了。那个肿瘤很大，所以医生说必须做电疗还有化疗，这样才可以。如果肿瘤缩小的话，这样我才可以做手术。所以当我做这个电疗的时候，那个就是厄运的开始了。因为我做电疗，我的肛门会糜烂，所以每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哭着上的，因为我一进去至少要2、3个小时才会出来。过后它太痛了，它痛到就好像说我生宝宝这样阵痛。幸好经过3个月，那个肿瘤缩小了，可以开刀了。经过很辛苦、很煎熬的疗程呢，我就以为说雨过天晴啦，全部康复啦，没事啦。短短1年而已，我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美玲，不幸的是你的癌症已经扩散了，所以它已经扩散到我的肺了，所以我2个肺都有肿瘤，末期啊。”我的右手边呢，由于那个肿瘤太靠近我的大动脉，必须做那个 radio frequency to make sure 它的肿瘤可以切除。左肺呢就可以做部分切除。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必须再接受化疗。过后化疗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腹泻，因为我之前做了那个电疗，所以我的肛门已经造成永久的受伤了，所以。如果我在短短的5分钟之内，我没办法去厕所，我就会大便流到裤子，甚至到满地都是。晚上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我整个肌肉就松弛了，大便就要出来了。我都是坐着睡觉的。过了1年多之后呢，我的癌症又复发了。OK， 同样是在那个肺，必须把整个右边的下叶都把它切除掉。经历了3次的癌症，我以为事就不过3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1年之后我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
美玲，我不想告诉你这个坏消息，但是你的癌症又复发了，4次。医生说，你就算做切除手术，你只有15%的存活率，没办法，你必须继续你的化疗。当做化疗的时候，就是我的地狱就开始了，因为化疗让我有很严重的腹泻，泻肚子泻到平均我在厕所20个小时，泻到已经满地都是鲜血了，我没有办法让它停住，所以我为了要有个4个小时的小小的睡眠，医生就为我打个止痛药，然后止痛药太强了，一打之后我就吐又泻，然后万万没有想到，短短的几天，我的内脏严重的出血，它已经血流成了，它没有办法停，护士都没办法，做不了任何一样东西，我差点就是在医院那边走了。这几年，当我做这个癌症疗程之后呢，我感觉最内疚的、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宝宝，因为当他一出生的时候，我就必须做疗程，我没办法照顾他。我只希望我会一直活下去陪伴他，所以我就咬着牙根，再苦都要熬下来。家人是我最强的后盾。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公跟我的家人。我现在也是很积极参加癌症协会的活动，成为他们的大使，为患者还有他们家人给予鼓励。正在看的朋友，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像我这样积极的去面对，希望你们抗癌成功哦。哇，了不起，真的哈，哇，这个正能量太强了。当然知道，我们也知道说他也曾经对不对很多的障碍，不过一一都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人的支持，对，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对，一个信念啦，是信念真的很重要。是。化疗有些时候也会配合靶向药物来提升肿瘤的控制期。最新的一种治疗方法叫做免疫治疗法，桃胶银耳汤，特别是这个银耳，当天煮当天吃。如果一隔夜了哈，就不是一个防癌的方子了，就是一个致癌的方子。为什么呢？那其实癌症的分期是怎么分法？是分这个4个分期 OK 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第1期呢属于初期，2期、3期是中期，那第4期就是进展期。 OK， 是。目前的治疗方法有哪一些？如果是前3期，就第1、第2、第3期的话，外科手术切除原发的瘤是必要的。过后还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辅助治疗来减低复发的那个概率。1期的话一般用不着，因为治愈率已经非常高了。3期的病人必须接受化疗，2期的病人一部分需要接受这个化疗。如果是直肠癌的话，还可能需要放疗，因为没有把握切缘真的是100%的干净，所以要做这个辅助的放疗。对，如果是第4分期的话，有些病人还是需要先动手术，因为原发的部位已经出现危机了，就要先切除，下来才做整体系统性的治疗来控制全部的那些转移灶。但如果原发的部位没造成太大的问题，就可能不直接动手术，就直接做化疗，就是同时把原发位置和转移的位置同时控制下来。对，化疗有些时候也会配合靶向药物，来提升这个控制肿瘤的概率，还有控制期。最新的一种治疗方法叫做免疫治疗法，不过只有5%的进展期结直肠癌的病人适合使用。了解哈。那这个是一个西医的疗法哈。那中医方面应该也是有些食疗对吗？对，中医强调保健，就早期诊断是很重要，但是早期的这个保健更重要。所以今天有带来这个食疗，对不对？桃胶银耳汤。好，那我们就来品尝一下了，好不好？来。来，医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食疗是叫做桃胶银耳汤。那食材有哪一些呢？食材就是最著名的桃胶，它有清热解毒
活血的作用。是银耳它里面有17种氨基酸，我们人体需要21种，它有17种，它有17种，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它的这个粘液性啊，你吃下以后也可以就是让大肠里的那些垃圾排出去。对，杏仁降气化痰润肠的。另外就是莲子，健脾祛湿的。枸杞子补肾，明目都知道，对吗？大枣呢是在营养学里它是一个全维他命，龙眼肉就是补肾的嘛。那这个汤的目的呢，就是拿它的膳食纤维帮我们排毒嘛，当做一个甜品嘛。对。对。那这个它的煮法是怎么个煮法？这个煮法就是把白木耳和那个桃胶发，莲子也先泡软了以后再同时煮就好了。这个甜品的特点，特别是这个银耳。当天煮当天吃，如果一隔夜了哈，就不是一个防癌的方子了，就是一个致癌的方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耳你放久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出来，会诱发大肠癌和胃癌。所以要记得要吃法很重要，一定吃新鲜的。这个很像是果冻啊，我觉得它味道真的很像那个甜品清汤，其实加冰块在里面可以吗？冷吃可以吗？可以啊，直接放冰箱嘛，不用加冰块。对，口感非常好。甜度适中，非常好。哇，真的是太满足了，太好了。那想请问一下医师啊，这是怎么治疗这个大肠癌的？中医的治疗大肠癌主要是用清热解毒的那些药物来治疗肠癌。我们最常用的是白头翁汤，黄芩汤，大黄牡丹皮汤、阁下猪医汤，就是清热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黄芩汤，它可以抑制大肠癌的肿瘤的增长。平时我们看病的时候就以毒攻毒，我们以这个方子为主。当然，如果他气虚啊、血虚，我们再用扶正法。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起的角色就是辅助西医的放化疗了。就在化疗或者是放疗的时候，一定出现骨髓抑制啊、消化道症状啊等等这些疲劳。对，我们就会有生白汤、生红汤，对，让那个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全部上来。OK，并且那个保护胃黏膜，让它食欲也增加。OK，那最后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这个结肠癌和直肠癌的问题是我们新加坡第一高的高发癌，对，所以这个定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没错，因为毕竟这个大肠癌是没有什么症状嘛，所以必须要这个定期检查，对，及早检查，及早治疗。过年期间你们要是吃很多一些有的没有的话，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你们的饮食健康了。没错哈，那今天是人日嘛，是，祝大家人日快乐，七星高照，身体健康。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黄医生、钟医师、斌哥还有郑龙，谢谢你们，还有谢谢你们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是30集啊，一眨眼就过去了，希望你们接下来继续的支持我们了。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拜拜。